像一些行业会跟普通人不一样，会更加光鲜亮丽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没什么区别，大家都做着一样的事情，一样吃着三菜一汤，区别是这么多吗？啊，没有，当然没有。说一日三餐嘛，但是我说你生活蛮好的。和我们一样，爱豆需要一直面试，一直被选择。我们每天都要面试啊，我们试戏何尝不是一种面试呢？也是在向别人去展现自己对这件工作的决心。就是如果我做这个工作，我会怎么想怎么想。有时候觉得被选择等待那个过程很焦虑的啊，千万不要给自己那种很大的期望，因为期望过后往往就是最大程度的落失、失落感，就是会很包裹你。过了对你来说是好，对我来说是一种肯定；没过，那就说明我在某些点上是不如人家的，可以给自己洗脑。就说其实我是过了的，但是资方塞人，我就得被掐掉，因为我不是他们资方的人。这种情况大有人在。而职场中遇见的小团体和不公平，对于经历过爱豆选秀的他，也再正常不过了。比如说大家很熟知的选秀，它就是一个浓缩的一个小型职场，领导企业、跟班企业、自己小团体，然后自私自利，这是所有的元素就在一个选秀里，你敢信吗？但是表面光鲜亮丽的选秀，其实内部没有说不光鲜亮丽，其实大家都争得头破血流。刚开始的时候是100个男生在一块儿，你不可能说大家100个男生互相都是好朋友。慢慢的一帮人就成了一个小团体，慢慢的一帮人就成为小团体。当然有的人是情投意合，但有的人是我要蹭你的，我要踩你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其实默认啊，有分上位圈、中位圈、下位圈这3个圈，就是分别就是当时的名次排名嘛。下位圈的呢，就是你会发现，不是说你不想故意融入他们，而是你融入他们之后，你会发现你的节奏会被他们影响。你想要展现的东西往往会跟他们相反。上位圈的人只会和上位圈的人玩。因为大家都想要镜头，大家都知道粉丝们、观众们想要看谁和谁在一起。你会发现，你去观察往期的选秀，所有上位圈，包括当时出道组，就是已经出道那些选手们，在往期的节目里，你会发现他们很早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小团体。对，那个小团体是不容破坏的，就算是有新的人加进来，那个人也一定不会成为影响他们的主要因素，除非你做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儿，比如说你在哪个舞台上炸了，现象级的，对，你直接炸掉，你很容易的，因为那帮人会立马来接纳你的。我不要跟你们同流合污，我就要一个人就是冰清玉洁。千万不要。其实这也很适合现在职场这种环境哈，就不要试图去改变你现在职场环境。对，因为形成自然有它的理由。对，选秀没有什么霸凌，只有背叛。比如说一开始说好了，我要怎么样，然后我们一开始都按照约定去这么做，但是你突然有一个人为了自己变得更加出彩，不按照原定的方向发展，突然支出来一刀，所有的计划大乱，然后你也选择接受。没办法呀，你说他吗？你说你为什么要这样？说啊，我怎么了？我觉得刚刚那样挺好的，是吧？因为男生选秀跟女生选秀不一样，女生选秀要这么讲的话，弹幕全是哇心机，男生不一样，男生哇他好可爱。酒过三巡，他好像更加自在的和我们分享藏在他心里的秘密。而回到当初很多人都关注过的80事件，他这么说：我记得是第一次，好像是因为被粉丝拍到，就是鼻青脸肿的，很委屈吗？当时其实没有委屈啦，我更多是愤怒，但我也不想说谁的坏话。现在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然后大家没有必要再去深追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只是那个当时的状态下，我确实比较愤怒的。至于为什么我当时我表现得很平静，是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。你会发现，你想要的东西和你得到的东西不成正比的时候，而且你的努力已经到了你能做到最好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毫无意义。但是那个东西明明之前它就是我的。我想我们所有人的人生低谷应该都是相似的吧，那就是钱的问题逼着你，我必须得挣钱。因为我每个月要有1万块钱要还给我前公司，就是解约金60万，还5年，然后自己租房子，然后各种生活开支。对，我不是说我接个活就能有个10几万的，我还没有到那种程度。对呀，而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就是你没有工作，
第3个就是你人际关系，就你回首往昔，你会发现你没有朋友。突然想到日剧《今晚是寿喜烧》里面的台词，故事无论欢乐和悲伤，都会在最后一页迎来结局，但人生却不同，哪怕经历过高潮迭起的悲喜。所谓的这种娱乐项的一些行业会跟普通人不一样，会更加光鲜亮丽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没什么。